新加坡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最南端，面积仅有700多平方公里，所以整个国家也只有这一个城市，是一个传统的城邦岛国。由于接近赤道，新加坡四季温度都很相似，这非常有利于植物生长，因此新加坡绿化覆盖率很高，可以看到各种植被和动物，被称为花园城市。看这个树。同时，新加坡有着马六甲海峡的最南端出口，历史上便是繁荣的交易站和殖民地。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策让它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就能看到那个金沙酒店，吸引很多地区的移民和外籍劳工。我们现在走在新加坡一个叫哈芝巷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很多异域的那种街道，其中主要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裔。你会发现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小教堂，在路边还都挺好看的。多元化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各个地区的美食，不仅有沙爹、乐沙、罗惹等马来菜系，还有粿条、云吞面、油鸡饭等港式和潮州菜。这里不得不提新加坡的食阁了，起初是政府为了管理街头无牌小贩修建的，有点像国内的大排档和美食广场，一般开在居民区或办公楼下，逐渐发展成了物美价廉的美食好去处。但里面隐藏了很多荣获过米其林1星或必比登的小贩。传统的食阁还采用着风扇降温的方式，在常年30-40度的新加坡并不是很够用。新修建的食阁则有空调，就餐体验会好上很多。这个就是新加坡传说中的食阁，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狮城的美食文化吧。早上起来这个温度还是能接受，就没有很热，但再过几个小时，等到中午就会特别热。燥热的空气和毒辣的太阳是在新加坡逃离不开的。在路上随处可见遮阳的凉棚，行人在等待红绿灯时也会躲在凉棚下，避开太阳的酷刑。它这个遮阳的并无法起来把它的热给遮掉。美食第一站，我来到了新加坡的国民早餐亚坤咖椰吐司。这家连锁咖啡厅由海南移民黎亚坤在1944年所创，起初是一个小档口，招牌便是咖椰酱夹心的吐司和半熟水煮蛋。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坤的咖椰吐司也出现了很多种搭配，比如中间加黄油的咖椰牛油吐司，花生酱的咖椰花生吐司。吐司也不仅仅只有烤制，还出现了黄油鸡蛋煎吐司、蒸吐司等等，也算是把咖椰吐司玩出了花。Yes, beef. Beef or boy? Have you had takeaway? Have here. Yeah. Drink for you? Coffee. Coffee, yeah. Regular size. Regular size. That's all. 我这次点的是咖椰花生吐司，吐司切成薄片后，在多士炉中烤制到焦黄，入口酥脆。咖椰酱的椰浆让我感觉一口吃掉了整个东南亚，花生酱的醇厚也让入口的体验从头到尾保持一致。但是有点甜，吃到后就会感觉到那个花生酱有点腻，可能是我平时不怎么吃甜的。可惜的是，花生酱有点喧宾夺主，掩盖住了咖椰本身的味道。这里我更加推荐我离开新加坡时吃的咖椰牛油吐司。本以为中间夹着一大块黄油会很腻，但微烫的吐司夹着冰冷的黄油却给人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反差，不仅不腻，还为吐司带来了入口后丝滑的口感。因为黄油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咖椰酱的香气也不会被遮盖。新加坡人喜欢在半熟蛋中加入白胡椒和酱油，酱油掩盖住了没有完全熟透的蛋黄所带来的腥味儿，白胡椒也在入口增添了几分辛辣的口感，很特别。东南亚地区的咖啡在煮之前，会让咖啡粉和白砂糖在锅中充分搅拌加热融合。那个咖啡也是给那底下放糖了，所以感觉偏甜。不加奶的是 Kopi O， 而我这种加奶的便是 Kopi C。这种做法还是头一次听说。总体来说，亚坤还是非常值得来新加坡体验。现烤吐司的酥脆，独特的咖椰酱和半熟蛋的吃法，
就让新加坡的早晨和其他地方与众不同。才走了半小时，我就已经一身汗了。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叫 Raffles Garden 的地方，这个地方就跟当年创立新加坡这个地方的人有关。新加坡现代历史要追溯到1819年，英国政治家来福士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港，在1月29号考察附近岛屿后登陆新加坡。在市中心还可以看到来福士爵士登陆新加坡时的具体位置和他的雕像。随着蒸汽船的普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便逐渐发展成了东亚和欧洲之间重要的停泊港口。可以看出来福士爵士对于新加坡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他还是一位自然学家，在闲暇时间便喜欢在郊外研究野生动植物。而来福士花园便是他在1822年在当时英军政府所在地福康宁山上设立的植物研究园，里面还真保留着当时的建筑和一些新加坡当地特色的植被。同时，在电报通信普及前，来福士还在半山腰处设立了一个15米的旗杆和记录时间的灯塔，在给港口船只传达信息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来福士花园的所在地福康宁山位于新加坡的市中心，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中心还能有这么一大片公园，颇有新加坡版中央公园的感觉。早在马来王朝时期，福康宁山便被当地称为禁山。这边有一个 Forbidden Spring， 这个名字还挺神秘。园区也可以看到一些仿造当时风格的建筑和装饰。到了殖民地时期，这里还是英军驻扎新加坡的营地。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他们英军驻扎的，像司令驻扎的地方。现在这变成一个酒店，叫 Hotel from Canning。可以看到远东作战指挥中心的碉堡 Battle Box。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英国军队在新加坡的时候驻扎的一个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山包包里面。这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还挺好玩的东西，叫 Sally Port， 相当于就是说它可以从这个碉堡里面或者这个山包包里边逃出来。就说如果被围了的话，你看看这里边这些砖墙就是当时碉堡的一部分，和被改造成艺术中心的兵营。1942年，英军也在这里向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同意书，开始了日战时期的历史。可以说，福康宁山记录着新加坡各个时期的历史，而现如今，它也变成了新加坡居民日常健身、散步的去处。Where? Oh. Oh. I saw your camera was outside. 要去吃那个肉骨茶，我这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开始排队了。我的天！美食第二站，我来到了新加坡另外一家非常有名的美食——松发肉骨茶。还没有到营业时间，店外便已经排满了慕名而来的食客。松发肉骨茶起源于1969年新加坡柔佛路上一个卖肉骨茶的小贩。松来自于创办人杨应松的名字，发则代表兴旺。在54年间，松发肉骨茶逐渐经营成了连续6年获得米其林必比登的连锁餐厅，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分店。我这次来的是新桥路分店，店内不大，但很干净整洁。1位，对。一碗肉骨茶大概8新币左右，除了传统的肉骨茶外，还有特级龙骨、猪腰、猪肝、猪肉汤等小料和各种鲁菜小吃供食客选择。肉骨茶在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都能看见，据说是起源于吉隆坡附近的小吃摊。虽然被称之为茶，但其实更像是猪骨和药材熬成的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派系。新加坡的肉骨茶则是潮州派，主要特点为汤呈现乳白色且胡椒味很重。店里还介绍了肉骨茶的3种吃法，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首先需要将酱青倒入辣椒圈中备用。酱青类似我们常见的生抽酱油，不
不过质地更加浓稠。第一种吃法便是品尝汤的原味了。乳白色的汤入口后能喝出很浓的白胡椒和大蒜的味道，随后便是脂肪乳化后所带来的浓厚香气。虽说是药材熬成的汤，但完全吃不出什么药材味儿。肉骨则采用新鲜的排骨，在长时间炖煮后，肉质十分软烂，稍微用力便摆脱骨头的束缚。第二种便是肉骨蘸着之前准备好的辣椒圈和酱青食用，酱油和辣椒给肉骨带来不同层次的鲜味体验，若隐若现的辛辣也很好的中和了腻味。但本身带有咸味的肉骨配上浓稠版的酱油，口中钠含量着实有点超标。最后一种便是这里的特色吃法了，将油条浸泡在肉汤中食用。不知这种吃法的灵感是否来源于豆浆，吸足汤汁的油条在口中爆开，酥脆和醇厚在口腔内并存，胡椒和油汤混合物的香气四溢，相当好吃，可以成为新加坡版的豆浆泡油条。3种吃法中，我也最喜欢这种，既可以品尝到肉骨茶汤汁的本味儿，还增添了食物在口腔中的层次感和趣味性，推荐大家尝试。